那为什么到美中呢？这个在美国中部的华人教会有一个盛行一句话，就是美中不足。是美国中部什么资源都缺乏，不像东岸西岸，不像温哥华。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们在这里请到了宋恩牧师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记得宋恩牧师也是在4年前来过我们的新乡小站，算是我们的老客人了。欢迎宋恩牧师您再一次的回来。宋恩牧师您好。你好，谢谢凯传。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宋恩牧师您来到我们新乡小站的那一次，我还特别的记得，当时呢您特别的就是告诉凯传说您要离开温哥华，去到美国的一个城市，要来做一个宣教事工了。那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哈！从一个台湾那样的一个中国这种中国人生活习惯，都一切都是按照我们从小长大的模式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到了温哥华，应该说还不错。你也可以吃到中餐呐，也可以在和中国人交往，对吗？但是一下子就要去到美国一个小城市，而且那个地方又没有什么中餐，甚至中国人都很少哈。所以当时真的觉得，哎呀，为你们这个前方的路有一点担心哈。所以呢，4年下来就想再一次回访你们，虽然我们是在网络空间，但是希望呢真的能够再一次听到你们怎么在这个旅程当中来见证神的荣耀，然后怎么样来走这一段你们的侍奉道路的，好吗？宋恩牧师，那就请您呢来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谢谢凯传。的确，这4年来，将近4年了，在美国的这个新的福音的工作，牧会也是对我来说也充满着挑战。那我这个也侍奉主也十几年，也感谢神让我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被呼召，在我这个大学毕业，在台湾我们有当完兵后进入了神学院，经过了这个4年之后，毕业后我就进入了全职的侍奉，在台湾也在加拿大。我觉得这是一个用一个比喻来说，我曾经听过一个老牧师说，他说10年铸造那个剑，是关于我本身的这个侍奉的心智还有能力各方面的打造。那接下来10年是练剑，怎么样的真的是在这个工厂上面去发挥这个之前所锻炼出来的生命品格，还有这个神学的装备，然后来真的投入到侍奉里面，才可以看到一些果效，然后期望最后的10年可以传剑，找到接班人，能够把这个这样的一个用10年来栽培可以后面有人继续的去来这个岗位上面侍奉。那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那我现在正处于这4年处于那中间的那个10年练剑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这前4年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学习，也很多的这个省思，并且也很多的去调整。好，我觉得首先呢，在这个4年当中，就是我要很清楚，我到底这样的侍奉在这工厂上面，我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不清楚这个目标，特别在牧会又是独立牧会的这个小教会的牧会里面，每一件事情都跟牧师有关，周报跟你有关，讲道跟你有关，教主日学跟你有关，这么多事情，到底我要把我的精力、我的精神最优先的放在哪几个核心的事工上？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的话，我很容易就焦点分散，谁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帮忙，我就是到处像个蜜蜂，忙着外面团团转。可是很可能忙了1天下来，然后1个礼拜下来，1个月下来，1年下来，我可能还是在原地打转。整个教会的状况、体质并没有因为我
带领的教会去到一个明确的方向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情，我是很重要。那我相当感恩的就是我去到这一个是美国的中部的一个城市里面，小城市里面的这个教会呢，中国教会，它是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这个中文教会虽然只有大概现在应该是14年，我确认是在将近10年，所以大概是已经14年的历史。但是在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地，我们的母会，它有60年的历史，所以母会的这个美国教会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跟参考。虽然文化的不同，但是在整个牧会，整个在这个圣经教导跟这个的意向带领上面，的确是很多值得我跟这个中国教会来学习的。所以这4年我一去的时候，我就跟同工们来沟通，说我们来借鉴一下美国教会他们怎么样的在这个引导整个会众，能够从一个原本是一间小小的教会，到现在发展到有这个1100人，还有是这跟全世界有100多个宣教伙伴合作，那每一年都有一个宣教月，就是非常的去不是只是闭门造车，也植堂，在这60年当中植了至少这个4个堂会。那这样的一个进展，我觉得是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教会在应该要有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所以那也非常我就借鉴了这个母会，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意向的宣言，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存在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怎么样去做呢？那是要让这个福音的恩典在我们这自己的教会的会友里面生命来生根建造，然后而且呢要广传到这个世界的万民，然后一直借此来荣耀神。他就非常充分的归纳了，而且清楚的指出我们到底要把精力所有的事工的这个主要目标要放在什么上面，就是要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就是我们这4年来不断的就是把做每件事情都问我做这件事情，我推这样事工有没有帮助更多的人，而且更好的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没有，那么我要想想我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虽然那如果过去我们已经在这样做，可是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挑战，或是时代的改变、环境的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做出一些调整，说我是否还要继续这样去做？如果这没有更好的能够达到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我们甚至可能要停下来，重新思考，说我们该怎么做会更好的去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先设定好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以至于我可以真的是在这4年当中，好像保罗说的，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而是能够向着标杆来直跑。我觉得这是第一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步。牧师刚才听您分享了这个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你的目标就是要让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现在我们就特别的想知道，您的教会中国人究竟有多少？那是不是能够像您所说的，就是可以说达到这个说让万民都来归向神呢？因为我们常常想说，那既然是有万民这样的概念，我应该去到一个广袤的田野我应该好好的去找更多的人群。其实我想温哥华可能华人更多，那为什么神就是呼召您去到那样一个小城镇，面对那样一小群中国人，那究竟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样的一个目标呢？谢谢凯传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在我去到美国中部之前呢，我就已经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当初也可以在一些美国这个西岸，比如说加州，也有教会在这个希望我们过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但最后我觉得上帝很清楚的带领到我们到美国这个教会来。那这个详细的过程我忘记是不是之前有讲过了。那但是我们在这边我就不多讲，但我跟 Sharon 都非常的确定这是上帝带领我们来，而我们来了以后也真的再次的肯定上帝带我们来是有这个使命的。那为什么到美中呢？这个在美国中部的华人教会有一个盛行一句话，就是美中不足，是美国中部什么资源都缺乏，不像东岸西岸，不像温哥华，是对，就是非常的缺乏，在一些我们的这个，不像美国东岸西岸啊，或者温哥华，常可以办一些特会，常有一些这个知名的讲员，那或者是还有是教会可以联合办退休会，或是这个几个教会起来就可以联合做一些事工。那我们这边缺乏这样子的资源。那当然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移民，像美国温哥华美国东岸这个LA 啊，或是纽约啊，或是温哥华多伦多这么多的中国移民。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想到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他前面第一句说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说你们等到教会够大了，你们等到这个奉献够多了，你们现在这个发展自己成了一个上千人的教会，你们再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他一开始宣教就是教会存在最终极的目标跟根本。如果教会失去了宣教的话，教会就不是教会。教会不再宣教的话，或是想说等到我够大够强壮才去宣教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迷思。教会第一天的存在就应该是以宣教为目标为导向，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母会非常好，他们示范了他们60年来这样的深耕，这样的去示范出以目标以这个门徒训练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就能够真正建造是一个方向目标明确，而且也健康成长的教会。那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我所牧养的这个华人教会里面也渴望看见的。